在世界越丑的人反而越是稀有，因为所有人到了16岁都要强制进行整容手术，人们之间的容貌攀比将会消失，所有人都可以是帅哥美女。15岁的艾米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对着屏幕微调自己整容后的样貌。这时男友发来信息约她在老地方见面，于是艾米迅速来到了天台。这里是他们的秘密基地，两人熟练地戴上高科技眼镜，这样就能看清对面金碧辉煌的城市。那里是只有做了手术的人才能去到的地方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一想到男友明天手术，艾米就羡慕无比，但同时也有些忧虑，似乎是看出了她的担忧。男友承诺手术结束的第一时间就来见她，并且不会让医生消除她手上的伤疤，毕竟这是两人爱情的象征。听闻此话，艾米终于是放下了心。很快来到整容大会上，手术创始人博士出现在了场地中央，他告诉学生们，只要做了这个手术，大家的内在和外表都会变得完美无缺，可以彻底摆脱由外表带来的憎恨和歧视。众人听后都露出了期待的眼神，一片欢呼声中，年满16岁的学生们都站起了身，他们即将迎来自己的蜕变。在男友不在的这段时间里，艾米也没有闲着，每天都去医疗室检查身体，为即将到来的手术做好准备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还给学弟学妹们讲起了历史。在几百年前，人类过度的依赖化石燃料导致了地球的毁灭，好在有一群优秀的科学家站了出来，其中博士发明出了一种基因改造花白虎蓝，它不仅能制造氧气，还能给城市供电。这项发明彻底拯救了地球和人类。距离和男友约定的时间只剩下了1天，艾米迫切地发去短信，想要知道男友的现状，可却怎么也收不到回应，这让她有些担心是不是出现了意外。于是第2天时间一到，艾米就迫不及待地爬起了床，利用系统的漏洞打开了门禁，迅速来到约定地点，却没有见到男友的身影。此时富人区正在举行晚会，恰好一个面具落到了艾米手中，她灵机一动，直接将其戴上。神奇的一幕发生，艾米的休闲服瞬间换成了一套高档礼服，眼前的世界也变得无比绚烂，这下可以偷偷溜进去了。一路走来，竟是她在宿舍见不到的风景。在询问了一个路人后，她得知了男友的位置，立马来到目标地点，终于见到了心心念念的他。面对男友疑惑的眼神，艾米才后知后觉摘下了面具，可男友却表现得满脸慌乱，没有丝毫的惊喜。他不知道艾米是怎么溜进来的，毕竟这里是绝对禁止丑人的进入。男友冷漠的语气让艾米感到一丝陌生，拿起他的手一看，发现上面的刀疤已经消失不见，这对艾米来说无疑是一种背叛。可男友却什么都没解释，只是告诉艾米等他做完手术后就能理解自己。艾米还想说些什么，周围却突然响起了一阵警报声，原来是艾米的丑人身份被扫描了出来。这下糟糕，还是赶紧逃命吧。来到商店，打开柜门，拿走一件蹦极夹克，身后的保安已经近在咫尺。艾米不再犹豫，直接爬上天台，纵身一跃。身上的高科技夹克起了作用，在落地时候发出了一道冲击波，给艾米带来了些许缓冲，一路跑出富人区，来到大桥上。本以为已经逃出升天，结果艾米不小心踢下了一块石子。危机时刻，一个女生突然从暗中出现，将艾米带到了她的飞天滑板上。经过一场紧张刺激的追逐战后，两人成功回到宿舍，摆脱了管理员的追杀。女孩告诉她自己名叫小丽，晚上本来是在练习滑板，看到艾米在被追杀后，便上前救下了她。一番交谈过后，二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，很快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。更加惊喜的是，两人的生日还在同一天，他们可以一起做手术，共同进入富人区。于是在艾米的焦急等候下，终于来到了手术的这一天。可随着护士的一一点名，房间里只剩下了艾米一人没被传唤，她有些搞不清楚这是什么状况。此时一名管理员突然上前，二话不说就将她带到了飞艇上。艾米有些紧张，害怕自己擅闯富人区的事情被发现了，学校要剥夺她的资格。在经历了漫长的飞行后，飞船终于抵达了目的地。艾米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博士想见自己。博士找她来是为了调查一名女同学失踪的事情，那位同学正是闺蜜小丽。艾米听后连忙表示自己不清楚，可一旁的测谎仪已经检测出了她在撒谎。原来就在手术的前一天，小丽带着艾米来到了一处废墟之地。她表示在这废墟的背后有一个叫烟城的地方，那里跟学校完全不一样，没人会因为一个人的长相而批评对方，里面的人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地区，那里的生活简单而又自由。艾米有些疑惑，不知道小丽为什么要跟她说这些。沉默片刻后，闺蜜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她希望艾米不要去做整容手术，今晚就跟着她离开，去往烟城生活。艾米听后无比的惊愕，手术是她出生就开始期待的事情，整整16年，她每天都在幻想在那座金碧辉煌的城市里生活，怎么可能说走就走？看着艾米坚定的眼神，闺蜜也没有再强求，只是留下一张纸条，上面记录着去往烟城的道路，如果艾米改变了主意，可以随时去找她。说完，闺蜜便独自一人骑着滑板离开了学校，回到办公室。很显然，博士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。他告诉艾米，小丽是被烟城的首领大卫洗脑了，
那里绝非他所说的那样美好，而且燕城正在研究一种可怕的武器，计划着毁掉他们的城市。一旦成功，那么后果不堪设想，甚至可能会让人类再次回到100年前的荒芜时代。面对博士的危言耸听，艾米并未有太大的心理波动，她如今只想确认好闺蜜的安危。博士希望艾米去寻找小丽混进燕城之中，然后再用这根项链传递信息，到时候他便直接大军压境，一举摧毁燕城。博士承诺不管艾米有没有完成任务，都会给她的手术升级到最高规格，享受顶级的美人待遇。艾米听后便不再犹豫，立马答应了下来。于是第二天，她就来到了废墟入口，拿出闺蜜留下的线路图仔细研究。首先要来到一条过山车轨道上，顺着轨道一路往前，接着穿过丛林，再翻过一座大山，然后从100米高的山崖上跳起来。一路顺着河流前进，就能见到一处开满鲜花的地方。等到晚上，燕城的入口就会出现。现在距离夜晚还有好几个小时，艾米百般无聊，只好睡上一觉，静静等候。可没想到，等她再次睁眼时，身边已经燃起了熊熊烈火。正当她手足无措时，一个人影突然窜出，扑倒了她，然后将她慢慢带离了火海。Who are you? I'm David. 艾米没料到这么快就遇到了大卫。说话的同时，他已经检查起了艾米的背包。每个想去燕城的人都必须要严格搜身。艾米很是忐忑，默默祈祷博士的项链能够逃过检查。You're clean. Let's go. 艾米松了一口气，一路跟随着大卫来到了哨站，终于在这见到了好闺蜜。两人无比的激动，紧紧抱在了一起。兴奋之余，闺蜜也是有所疑虑。明明之前艾米那么抵触，现在为什么又来到了这里？面对闺蜜的疑惑，艾米说出了此行的目的，其实是要把她带回学校。闺蜜听后瞬间脸黑了下来，但也没有立马让艾米离开，而是决定给她一个机会，让艾米在燕城里生活几天，到时候再做决定也不迟。闺蜜希望艾米能认清城市里的生活有多么的虚假。第二天，一行人终于来到了燕城。说是燕城，其实就是一个大型营地，这里的食物都是由大家亲手种植，每个人都必须工作，就连老人也不例外，俨然一副欣欣向荣的模样。到了夜晚，居民们还会举行篝火晚会，这种气氛艾米只在城市里的酒吧见过，可相比之下，这里多了几分真实，少了几分虚伪。她逐渐开始理解了闺蜜的话语，但即便如此，艾米的心中依然还是有些顾虑。博士所说的武器又是怎么回事呢？她向大卫旁敲侧击的想要打听情报，男人听后没有解释，只是让她跟上自己，一路跟随着对方来到了一间小木屋。这里是大卫的家，他的父母也生活在这里。简单的介绍过后，两位老人说出了关于武器的真相。原来他们曾经是城市里的整容医生，每年都有一些人因为脑死亡而去世，死亡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做了整容手术的人。为了调查真相，他们开始研究起了整容的药物，最后惊讶地发现，这些药物不仅会改变人的样貌，还会改变大脑结构，让人丧失思考，对一切都变得漠不关心。最重要的是，会让人产生一种虚假的幸福感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抹去了真实的自己。博士这么做的原因，就是为了控制人类。他们也曾做过整容手术，后来在实验室里找到了解药，才做回了真实的自己。接下来的事情，艾米也都知道了。他们偷偷离开了城市，然后在遥远之地建立了燕城。博士所说的武器，其实就是解除控制的解药。如今研究已经到了最后关头，只差最后一种材料，但那种材料只有在城市里才有。他们正在寻找这种材料的替代品。艾米听后无比的愤怒，没想到博士竟如此的丧心病狂。生气的她立马将项链扔进了大火之中。可天真的艾米不知道，毁灭也是项链的启动条件之一。第二天一早，她就被一阵破空声惊醒，抬头一看，发现天上到处都是城市的战斗机。这下大事不妙，博士已经派兵来进攻燕城。在科技力量的面前，燕城的居民们就像是原始人一样，毫无还手之力。没过多久，所有的人就都被俘虏了起来。博士像个大反派一样，缓缓从烟雾里走出，逼迫大卫的父母交出解药，但多年的心血哪能说给就给。见此状况，博士也不多说，直接让手下扭断了大卫父亲的脖子。艾米瞬间崩溃，接下来博士说的话更是让他面如死灰。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, Tally. You performed beautifully, Tally. I knew you would. Your procedure has been scheduled. In fact, all of your procedures have been scheduled. 艾米不想束手就擒，直接撒腿就跑。博士也很是善良，直接放任他离开。就这样，艾米和大卫一前一后躲进了附近的山洞中。为了弥补自己犯下的错误，艾米主动提出要和大卫一起进城救人。虽然很是愤怒，但大卫也知道现在正是人手短缺，便答应了艾米的请求。一番协商过后，两人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计划。他们先是利用火焰在天空中写下文字，燕城还未就此灭绝。
果然，博士看到后就派出了大量兵力。等到人都走光了之后，两人便穿着蹦极夹克纵身一跃，直接跳进了监狱之中。来到牢房门口，艾米再次利用系统漏洞打开了大门，没想到眼前正好站着一个巡逻士兵。大卫二话不说，对着守卫就是一顿暴揍，直接拿走了牢房钥匙。计划正在顺利进行，两人迅速将烟城的居民从监狱里放出。可艾米半天都没有看到闺蜜的身影，一问才知道闺蜜已经被送进了手术室。于是众人立马赶到了目的地，结果眼前的场景让所有人都傻了眼。艾米有些自责，都怪自己让闺蜜变成了这副鬼样子。就在两人谈话间，博士从一旁慢慢走出，直接逼迫着众人进入手术舱。三人也是乖乖听话，没有任何反抗。博士虽然诧异，但也没有多想。殊不知这正是艾米计划中的一环。眼看着手术舱就要启动，天空中突然出现了一架直升飞机。烟城的同伴已经按计划就位，只见男人启动了手中的喷火器，猛烈的火焰瞬间就将整个手术室夷为了平地。大卫母亲也按照计划在混乱之中拿走了制作解药的最后一项材料，借着烟雾的掩护，一行人顺利逃出了城市，接着一路踩着滑板来到了废墟之上。短暂的休息过后，大卫母亲决定制造出解药就立马给小丽服下，可没想到闺蜜直接表示了拒绝，说现在这样正是她想要的生活。看来他们说的没错，整容手术真的可以破坏大脑，让人类放弃思考。这下麻烦了，解药必须在本人同意的情况下服用，强行服药只会让闺蜜有生命危险。沉默片刻后，艾米决定挺身而出当第一个实验者，她要主动去找博士整容，然后再服下解药。现在的她内心已经足够强大，绝对不会被手术影响大脑。大家都没有出言阻止，知道这是最好的办法。达成共识后，一行人立马离开了废墟，只留下艾米一人在原地等候。艾米再次出现时，已经变成了一个金发美女。她慢慢来到窗前，眺望着城市的风景，缓缓伸出手掌，手上的伤疤并没有因手术而消失，这意味着艾米还在清醒当中，没有被博士所控制。她的反击之旅也即将开始。电影到这就结束了，让我们期待下一部的到来。